OK，问理发了。OK，8点过5分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啊。这位今天主讲人的介绍，这位主讲人呢，他在2020年的上海马拉松是跑了2小时55分39秒。他经过这些年的，我感觉并不是很系统的训练，竟然今年 Jersey City Marathon 就跑出来2小时41分51秒。我觉得他的这个跑步故事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一下啊，也不能说学习啊，有些人天赋异禀，你学习也学习不了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应该会有很多有趣的跑步故事给大家去分享，以及我觉得刚入门的新手可能可以学习一下这位有什么训练诀窍啊，就可以弯道超车。另外呢，就是 Bruce 今年将会是他10年内第5年跑芝加哥马拉松，5年第5年，他会在他成为 Chicago Marathon Legend 之际呢，他对自己有什么期待？让我们来听一听吧。好，首先我们欢迎 Bruce。首先那个人家是叫 Chicago Marathon Legacy， 人家不是叫 Chicago Marathon Legend。基普图姆那是 Legend， 我这跑完5年的话只是 Legacy。我先大概说一下，就是我从小时候开始每个阶段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大概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从小学、初中还有高中，这个时候是这3个阶段是有学校运动会的，然后我在这3个阶段里面每年都可以拿到1500米这个项目的银牌，是因为就是前面有一个那个金牌，就是永远是那个体育生。我高2的时候跑过一场半程马拉松，那个时候跑了1小时34分钟，是在那个东营马拉松，就是一个非常平的赛道。然后1小时34分这个成绩，你换算到全马的话，可能是3小时20分左右吧。当然这不是说我高2的时候就有这个跑全马的实力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完全没有这种什么手表的概念，然后也没有配速的概念，就是出去之后，然后用一个你觉得可以撑下来的体感的速度，然后去跑，然后半马当时能跑1小时34分钟，然后全马的话，因为训练不到位，就是你的那个耐力水平达不到，所以肯定全马是跑不下来的。到了本科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是受伤了1年，那当然那个跟跑步没有关系，那就是我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在床上基本上躺了半年多，没有就完全停止了任何的活动。然后大2开始可能就是稍微恢复一点，当时恢复也非常艰难，因为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再受个伤之类的。然后这个腰其实它因为它是身体的核心，然后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恢复也非常的缓慢。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在上海跑10公里的比赛，然后大概能跑到38分37分多的成绩。然后大4的时候就是疫情大概上海的话是20年的3月份，基本上应该就是解封了吧，应该是。然后从3月份开始，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然后我见到卢湾跑团，就是我去参加耐克的活动，然后看到卢湾跑团在那个地方，然后跟着卢湾跑团从6月份开始训练，然后训练到大概11月份，那个时候月跑量大概可能在200公里不到，可能在180公里左右。对，然后第一个马拉松是2小时55分，然后后面就20年的话，我本科毕业了，然后就来纽约了，来纽黑文了，然后21年的芝加哥马拉松是 personal worst 3小时35分，就是天气也热，然后也没好好训练，就可能月跑量可能在个100公里不到的样子，然后就去跑步了，然后就去比赛，然后就崩的不行，然后半程过后基本上就撞墙了，然后22年的时候，那一年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当年的波士顿跑出来的3小时02分钟，可能是。然后再往后一年，23年的最好成绩应该是当年的芝加哥跑出来2小时58。然后再往后24年最好成绩就是去年的纽约马拉松，这是我又一次就是 PB， 就是隔了4年终于又 PB 了。是2小时54，然后再到今年年初的那个 Jersey City 是2小时41，对，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就是这是一个跟成绩有关的这个经历，然后这个训练的话，其实就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可能没报什么兴趣班，然后就是没学过什么艺术，然后也没学过什么这种就是音乐之类的绘画，然后就是上课的时间都用来就是疯玩，
然后玩，比如说就是跟院儿里小朋友，然后出去，玩什么3个字木头人这种的，这种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他锻炼了很多这种就是有氧的能力，因为他们有很多跑动嘛。然后再有就是我小学之前，就是到初一之前，我都不会骑自行车，我到了初一，因为初中远了之后，我才去骑自行车。然后所以相当于小学的时候，就是我跟朋友出去玩，都是他们比如说滑板或者是骑自行车，然后我在旁边跑步。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锻炼了一些这个有氧能力。然后再有就是我爸，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徒步的人，就他每个周末基本上都会带着我出去徒步，就可能就是10公里左右那种徒步，或者有时候长一点，可能都到14、15公里。嗯，这是3个我觉得很就是潜移默化的会培养我的有氧能力的。然后还有另外2个很显性的会培养我的有氧能力的，就是一个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参加运动会跑步体育生，然后但是田队老师就是看哦这个人跑得好像也挺快，然后就在我4年级的时候拉着我去跟田队训练了1年。当然当时就是也就是觉得这个玩意是个负担，就是小孩子嘛就想着玩，也不会想着就是说去好好训练。就是以我现在的心态回去的话，如果回去看，我肯定要跟着好好训练，那我觉得真的太宝贵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那一年虽然说逃了很多训练，但是也是去了不少训练。然后我觉得那一年的这个就是训练其实是可以说是比较扎实的，就是练了一些什么蛙跳啊这种，今天就看来就叫 plyometrics 的东西。然后当年就是然后现在比如说有什么 one on one off 这种训练，然后或者是法特莱克，然后或者是 strides，就是当年其实都没有这种概念，但是其实都是练过的。嗯，然后这是就是相当于田径队那一年，就是跟着练了1年，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显性的我觉得是打有氧基础的1年。然后再有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是其实我自己跑过，就我对这个东西，对跑步这个东西，我小的时候是有很强的好胜心在的，就是因为运动会一直跑过体育生，然后我就想一直跑赢那个体育生。所以我大概从5、6年级的开始，我就每个周末就会去跑长距离。这个长距离就是从一开始可能比如说5公里，那时候5公里对我来说肯定是长距离了嘛。然后慢慢加到大概初3毕业的时候，我就可以跑到这个长距离就能跑到半马了。所以就是那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相当于用大概4、5年的时间，从5公里，然后一路加到这个就是20公里。嗯，当时也没有什么那个就是配速的概念嘛，就是出去跑，就是今天觉得这个状态好，然后能跑下来，就用尽量快的速度，然后就跑下来这个20公里。然后这个习惯大概一直延续到了高中，可能毕业吧。也不是，当然肯定也不是每个周末都会去，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周期的概念，然后大多的时候其实还就是运动会之前，每年秋季运动会之前，就学校的运动会之前，然后去抱抱佛脚。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有一些就是训练在那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大概就是我的过去的这个成绩和训练经历。就是你说天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对天赋的这个词的定义就是说它是你的基因和过去训练历史的总和。我觉得你抛开训练历史，你去谈天赋，其实都是不正确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已经练了10年了，然后你看他现在月跑量比如说30公里，然后他就能全马破3，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他有天赋，那我觉得他的基因怎么样不好说，但是他那过去10年那个训练历史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去超越的。这个我不是说我过去的训练历史有多扎实啊，但是我就是不可忽视的是，我在上海首马之前，我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训练历史了。对，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我的经历。小魏可以提问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感觉你这个经历哈比较复杂，你说是天赋吧，它也不完全是天赋；你要不说是天赋吧，它还就是天赋，所以真的就是挺难真的去总结的。对，就是确实是阴差阳错，有一个比较长的训练历史。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就是可能是父母的就是我爸的影响，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在运动会上这种好胜心，它驱使着我去跑这个步。当然到今天肯定不是好胜心了，就是这个动力已经变坏了。但是当年确实是在好胜心的驱使下跑了不少步。
对这个培养运动习惯这方面，我觉得你的父母对于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他喜欢跑，他喜欢走路，然后那我就去走路，我就跟着他去徒步。嗯，瓜哥哥有什么？现在就在我旁边，你听了 Bruce 这一段 history 之后有什么想法？你以前的 driving force 是好胜心，那你现在的 driving force 是什么？让你能够达到240的水准？我这个，比如说我在上海首马之后，我其实躺了2年，就是我21、22年那2年的成绩就是没有进步嘛，23年其实也没有进步，就那3年其实就是月跑量可能都在一个就是100公里100小几的水平，就是感觉就没有什么动力，就是我也是有没有动力的时候，就是那3年就感觉哎就这样就是这样算了，我觉得就破3了就已经挺好了。那个时候一个是比较满足，就是因为在20年那个时点，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啊破3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了。那个时候你像就破3那时候还可以说是所谓的业余大神，就现在来看就是破3，我觉得就已经不能说拿回来说了。但是那个时候破3就是在卢湾跑团也算是不多，然后当年220其实就是业余选手就可以说是没有嘛，就是一个也没有。那个当年20年那个时点上，敌军都还在221、222，然后陈龙也在221、222左右。对，就现在的动力的话，你要说现在的动力，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走过了21、22、23那3年的这个就是低动力时期，然后我又想起来，就是我20年的时候，我跑完首马，然后我对自己说，然后我发了朋友圈，我说10年之后我要跑进220。对，就是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在的。2030年。对，2030年，希望2030年之前可以跑进220。这一个是目标，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好奇心吧，就是我想看看就是到底能不能练到220。对，很好，很好，很好。然后我想，就是因为你刚说完这一大段，所以我想就是趁着还在热度，现在大家有什么对他刚才的对自己的跑步历史的这段描述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就赶紧问，就针对他这个跑步历史的啊，如有什么想让他补充的，或者是有其他这个展开的，有没有？大家举手。目前大家的评论都是膜拜型的。我感觉大家已经有点折服了，有点那种感觉。那么，我就来问几个问题吧。好，就是从训练上来讲哈，我们讲细节一点。你之前从3小时那阵儿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训练不是很扎实的。到现在稍微扎实一点，一下子就突破了241。你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吗？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跑量就是大了，就是跑量，我觉得你想全马出成绩，跑量是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先不说我，你先说这个黄仁伟。这个黄仁伟，可能大家之前我也在群里面发过，他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双卡训练法的这个人，他是在24级左右卡了大概可能5、6年甚至接近10年的样子，然后他觉得就是进步不了了，然后他就硬着头皮去把自己的跑量加到了1000公里每月，每个月跑600 mile，然后突然就大概过了1年多，然后他就进步到这个220了，就是220零几秒的水平。就是我觉得跑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只有跑量的话也不行，就是你可能有1000公里，这里面它其实你真正去看黄仁伟那个训练，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比赛，就是以赛代练，对于他来说，就是这其实就是他的强度。然后你如果去看那个百分比的话，其实他这些比赛的百分比占了，就正好占了大概10%到15%，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计划训练，其实就是。我的话，我在24年就是到24年底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心态，就是我想看看我在一个低跑量状态下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降，就是幼稚。但是然后这不最后撞南墙就发现这个你低跑量在全马上面是确实是进步不了的。所以就你想练个1500米，你想1500米你出成绩可能还行，但是低跑量这个东西嘛，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看运气，有的时候你看经验，你有时候练一个 workout 你练的就是强度过了之后，你接着就受伤了，然后你可能接下来1、2个月你都报废了。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情况。所以说低跑量它是一个非常对业余选手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医疗团队，你没有一个好的教练指导，你也自己没有训练经验，
它是一个完全不可取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所以就去年今年的这个 Jersey City 这个周期，从去年的感恩节过完开始，也相当于是去年12月，然后一直到今年的4月份，这几个月的我的平均跑量是350公里每个月，就是比我之前要大很多。然后这里面的这个强度，我觉得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你不一定这个强度并不一定比我之前大很多，但是它里面顶上去那些强度就是比之前要稳定很多，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强度一顶受伤了，然后休息2周就完全不跑，之前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它非常的不 consistent。但是就是这个 Jersey City 周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consistent 的，跑量大了，然后就是强度非常 consistent，这个我觉得就是容易出成绩。就是 Jersey City 那个周期，我觉得比我这个周期现在状态来看还是要好的。OK，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训练计划？有的，是有的。就是我是大概在一个周期开始之前，我就会自己给自己就是拿 Excel 表拉一个计划，每天练什么都会有。然后这个计划大的骨架就是我周2跑VO2 Max，周4跑竹山阈值，然后周末有一个长距离。这个长距离可能在周期开始的时候不会有，但是到了那个周期末的时候，就临比赛可能就是1-2个月一定是要加进来的。计划是根据你早期学习跑步得来的一些知识，然后你通过这个去，还是你有一个模仿的教练？他没有，就是我自己就是觉得我该跑这些东西，就是我知道有这么几项训练，我就去跑这些东西。然后我的这个训练也非常的死板，就是我的 VO2 Max 基本上是所有的 workout 都是在跑步机上进行。VO2 Max 的话就是10×800，然后 lactic threshold 的话就是5×2000或者就是6×1000这个样子。就是很少有别的训练，就是我不太会说是我今天跑个法克莱克，明天跑个 one on one off， 然后明天跑个3 on 2 off， 就是我没有什么花样，我就是绷着这一个距离在这跑。然后但是因为跑步机上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配速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比如说我可以在周期开始之前，我就计划这个今天我第1周我跑比如说10 mph， 跑5×2000，然后第2周我就可以到10.1，然后第3周10.2，然后第4周10.3，就这个样子。我每个周往上加0.1，然后有一周我发现加不上去了，那我就往后倒一点，比如说倒个0.1，倒个0.2，然后我再继续往上加。就是跑步机它这个进步你是可控的，它是非常容易就是掌握这个进步的。而且你也能获得一个很强正反馈，就是你知道我自己是在进步的，而不是说你如果要我自己，因为我在纽黑文没有训练伙伴，我自己去操场跑的话，我可能配速非常不稳定，跑10×800，我想跑10×800，然后跑第5的时候崩了。然后这个其实就很沮丧。对，就是这个跑步机，我觉得是我当下在一个人训练的状况下的一个妥协。然后我本身我也不排斥跑步机，所以就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的 workout 占有的比例还是蛮大的，相对来说。确实还是蛮大的，就是可能但是我的长距离一般跑的比较差，所以就是如果不跑长距离的时候，其实这个 workout 的比例还好。如果跑上加入长距离之后，我的长距离就是因为也是在跑步机上嘛，我的那个长距离就只有一种模式，就是54321或者是4321或者是321，然后往后面如果没凑到距离的话，就是111。这个54321指的就是5 mile、4 mile、3 mile、2 mile、1 mile，然后这些是加上去的。比如说我的目标马配是，比如说是610的话，那我就用610的配速去跑这54321，然后54321中间我会加一个 mile，那一个 mile 可能是比如说是8分配或者830的配速。对，就是我在跑步机上，因为我必须要去进行这样变速，才能在那2个小时或者2个半小时之内，我不感到就是厌倦，要不然的话肯定很烦。你说要是让我用7分配，就是一个中间的配速，一个平均配速，然后去一成不变跑2个半小时，那肯定早就烦死了。对，就这样。我的长距离确实如果加进来的话，那他每周的那个训练强度就是强度的课总距离是很长的。但是因为我长距离一般跑得不好，所以就是大部分时候是缺失的，很多时候是缺失的。所以如果你只看那个 VO2 Max 和那个 lactic threshold 这2个 workout 的话，加起来我觉得这个强度的占比不是特别大。OK， 刚才游牧羊有提，根据你那个跑步机跑10×800米，他说800米跑步机的话，你坡度一般是多少？坡度就是我所有的训练，只要你看我 Strava， 我如果没有特殊提及的话，都是1%。都是1%。对，因为1%，就是我觉得你如果以1%
0%的话，就一点都不加的话，它那个就是确实有点太省力了。哦，好，谢谢。我其实有2个问题，嗯因为刚好你是长期用跑步机训练的，然后所以2个问题都是关于跑步机的。就是第一个的话，因为普遍我知道健身房里面的跑步机，他们很多时候可能那个配速并不准，尤其是反映在你的如果你参照就是比如说手表或什么的话，它可能因为我的经验来看的话，是它跟就是实际的体感。跟跑步机上面的提供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我只能用时间然后来测，就是说，OK，我跑1个小时的这种 easy，然后它跑步机给我的数据我就完全不看，然后手表给我的数据我也几乎不看，只能是这样。然后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的跑步机数据不准确或者手表数据不准确的话，你怎么来衡量这个 effort？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是长期使用跑步机的，那我的问题就在于，就是你会认为，跑步机的经验对于你在路跑的比赛也好，路跑的训练上面也好的话，差异有多大啊？如果有差异的话，差异有多大？然后是你觉得会是只是因为不同，还是说它可能会有比如说正向的帮助，或者是反向的帮助？这个对第2个问题。我比如说我拿 Jersey City 这个周期来举例，就是我的长距离，比如说我的4321长距离，4321 mile 或者54321这样的，我跑大概3到4次吧。然后我的配速里面这些就是加起来的这些配速都是10 mph，也就是600的配速。然后我最后在 Jersey City 里面，我的这个马配应该是610，如果没记错的话，241无几应该对应一个610的配速。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它是你真是现实中你要慢一些的，就是比跑步机上的速度要慢一些的。对，就是600，如果我在跑步机上练，就我照着600马配去练，但是我可能最后就是输出可能只能输出到610。对，大概是个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能理解成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你更多的参照了功率是吗？我没有参照功率，就是还是一个主观，就是主观努力程度。就是我在比赛的时候，这是 CP 当天，我就其实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是没有怎么看配速的。对，就是我不是说没有，我不会就是说我没有看配速，指的是我不会说是我目标，比如说我要是610配速，我就是捧着610去跑。我是说有一个配速，我只要不超过它，然后也别太慢就好了，是个这样。就是一开始出发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在一个大的区间，比如说600到620之间。就是我不要掉太多，我也不要超太多就好了。然后当时正好海强也在，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跑了。对于当时配速我也没怎么多看。然后后面到了后半程的时候，就是纯看体感，就是因为跑的比赛，我现在大概跑了11、2圈嘛，就是我觉得足够多了，就是大概能感觉到，就是说是你要崩了，还是说就是这个配速是可维持的一种就是比较轻松的配速。所以就是跑步机，我其实跑步机上我按照10 mph 或者说600的配速去练，但是到了比赛当天，其实还是要看体感。对，体感我觉得还是重要的。我不会去看功率或者说是心率，现在应该不会看这些东西。对，好，谢谢。然后对于跑步机上，就是说你说 effort 准不准，这个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跑步机设到10 mph，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跑到这个速度了，是吧？我不太在意这个东西，因为我的训练计划里面它是不断往上加的嘛，就是从10，然后我不知道能加到哪里，比如说我加到什么10.3、10.4、10.5，对吧？就是我的那个乳酸阈值是肯定是要我这样往上加的。然后那么我加，就我觉得总归有一个10点，它是会就是极大的超过我的马配，所以就是它就算是不准，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就是它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就是说跟我过去的自己的参考，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参考。这是一点，然后再有就是，如果你想在跑步机上，我觉得就是要绝对准确的话，你可以去搞搞那个比较贵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叫 Stride， 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用的那个东西，然后或者就是 Coros 这个 Pod， 对，这个 Pod 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比较准的。我现在买这个 Pod 我也没怎么用，但是就是因为我个人没有这个对这个功率，我对这个配速特别精确掌握的这种需求，但是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搞一个 Pod。对 ，Garmin 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OK， 好，明白，谢谢。我想问一下，就是针对刚刚那个跑步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 concern 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 treadmill runner， 但是我一在路跑的时候就会遇到，比
比如说同样的速度，然后心率会就是上升很夸张。然后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就是你是怎么样让自己避免仅仅成为一个好的跑步机跑者，就是或者说是你怎么样，比如说通过坡度啊，然后因为但是很多就是这个路面状况，还有风速，还有日晒、湿度，这些是你没有办法太能在跑步机上控制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通过你刚刚回答程程的这个第二个问题里面，我能理解成为，如果你想要，假如说跑到610的 pace，你是会在跑步机上把这个速度调得更快，以此来达到一个路跑能够满足自己状态的一个这个目的吗？对对，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操作的就是措施，我当然也不一定对啊，但是我会这样去做，就是比如说我想在路跑的时候，马拉松的配速，比如说达到10.4 mph 的话，那我就要在跑步机上能保证自己可以就是能跑到10.6 mph 比较轻松，大概可能快个0.1、0.2吧，在跑步机上跑的比较轻松，然后别到那个路面上的时候一跑，然后就发现就很慢，心率就爆了之类的。那我觉得一个首先是跑步机上要加这个1%的这个坡度。你像那个谁，这个 CJ Albertson， 就是他是一个全马210以内的一个美国的一个职业选手，然后他在跑步，他有一个好像是跑步机上的马拉松记录，就是应该是2小时0.09分钟左右，应该是他在跑那个吉尼斯记录的时候，他是用的1.5的这个坡度，就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坡度，它也不是说是平地，就是跑步机上，如果你想比较好的去模拟平路的话，我觉得至少有1%。然后如果你对自己比较狠的话，可以加到1.5%，2%的话我觉得有点多了。对，然后再有就是我虽然说我的 workout 都是在跑步机上做的，我的大部分轻松跑只要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都是在室外做的，所以就是还是有很多室外跑的这个部分在，不是说我所有100%都在跑步机上。就是新英格兰这个冬天比较冷，是吧？就是出去跑比较摧残意志力，那我就会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我就大部分训练全都是在跑步机，但是只要就是天气允许的时候，我还是就是会把轻松跑和恢复跑挪到室外来。对 OK， 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有发问卷给大家嘛，有好几个朋友都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平衡你的工作生活以及高强度训练的？当然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布鲁斯现在还在读 PhD， 所以他不过 PhD 也是一个非常忙的一个工作哈。这个看导师这个问题，这个真的看导师。这个问题怎么给你，你就以你的方向去给大家解答一下，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去平衡的事情？就是我的这个时间肯定比就是正经工作它是要自由很多的，就是因为我做的是就是理论计算方面的工作，我不用去实验室，所以就是我的时间总的就是花在科研上的时间并不一定少，但是但是它时间灵活度是很高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我一周，比如说我跟导师 meet 1到2次，那我就是除了这些 meeting 的时间以外，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的，就是我想怎么安排是我自己可以安排的。那我可能今天早上我想出去跑步，那我就可以早上出去跑步；那我想晚上出去跑步就晚上出去跑步。对，就是这个在自由度上我是可以随时安排的。然后你说那怎么能把跑步就是塞进来？那我觉得就是塞进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你觉得比如说其他的工作、生活其他方面事情太多了，然后你觉得今天可能不跑步，我心里可能会更安定一点，就是因为我其他事情做不完了，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我也很多这种时候，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把这个步跑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有拖延就拖过去了。所以那个有的时候不如就是说我先去把这个步跑了，那我反而有一个锚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今天就算我其他事情什么事情都没干，那我至少我做了跑步这一件事情，那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对，就是平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有的时候会把跑步的优先级放得高一点，然后再用其他的比较灵活的时间去做我其他该做的工作。OK， 但是这个没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复制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工作了的，所以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就是灵活度，时间灵活度。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是比读 PhD 要轻松很多的。OK， 这个读 PhD 是非常困难的，我是知道的。Anyway，就是我接下来的问题是，
也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提问，就问你，嗯，你在你的跑步，不管是跑步历史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放弃，以及你在跑步比赛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跑马具体到某一个比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刻？我至今为止，我感觉唯一一次退赛，是我有一年夏天的时候报了那个 Rockland State Park，在纽约，就是离纽约就北边开一点，大概在熊山附近的一个 State Park 里面有一个绕圈的一个比赛。那个比赛我穿鞋穿的很不好，然后把我的脚后跟给磨破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就是说我如果坚持下去，我会报销掉之后可能好几个月的这个训练，因为脚后跟磨破了之后，那个地方很疼，就是没有办法训练了，是真的没有办法训练了。那是我唯一一次退赛，如果没记错的话。但我知道你有不止一次的某个比赛，你在一开始跑得很快，然后你就觉得要爆掉了，然后后面就没有照着你既定 pace 在跑。就是我觉得你心中这是一种放弃吗？就是放弃目标。那个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那个，但是那些东西爆掉，比如说你撞墙了，坚持不下去了，这个我觉得是反映出来，就是说你对实力的高估，然后你对当天的这个就是自我状态的这个评估不正确，然后你对天气，比如说这些因素，你没有很好的就是 recalibrate，然后就是你没有重新去校准这些客观因素。你去年的牛马以及今年的 Jersey City Marathon，我感觉都是后程发力。对，这两个我觉得就是说，是因为经验真的就是攒足了，就是知道就是一开始真的就是不能去爆冲，然后一开始这个 pace 足够的保守，然后训练本身也比之前就是21、22、23那3年的这个训练要扎实很多，就是综合考虑综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就是去年的牛马和今年的 JC 可以跑得比较好，但是就是说后程爆掉，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放弃，就是那是客观，就是没有办法去顶上去了。如果想顶，我肯定是要顶的，对。但是因为撞墙了之后，你说这腿就是抽筋了，这个不是说你爆发个小宇宙，然后你意志力就是很强，你就能挺过去一个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去控制的。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靠意志去就能够控制。比如说，你有分享过你在去年的芝加哥还是牛马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你要抽筋了，然后你这时候就开始加速，并且用你的腿使劲的蹬地，然后就一下就把这个过程给渡过去了，并且速度更快了。你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战胜了自己，还是真的它是有道理的？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你能后程的加速，首先是说明你的训练是足够的，就是你不可能说是训练不到位，然后你就想加速就随便能加速，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去年的牛马还有今年的 JC，去登地这个事情，我觉得它主要起到了一个就是说，稍微改变我的跑姿，然后让我的跑姿不那么僵硬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让我的那个抽筋，就是说，可能我之前的动作都是一个模式，都是比如说是这个角度，就是屈髋是这个角度，然后屈膝也是这个角度，然后因为这样跑了，你可能半程多了之后，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疲劳，就是可能一直在用某一个局部的肌肉。我的理解是，就是说你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跑姿，你不管是蹬地也好，还是用一种什么其他的方式，你可以就是说调动更多的肌肉，然后让就是其他的肌肉更多的参与进来。那些肌肉可能在前半程，因为你之前的跑姿是比较机械固定的，他们前半程可能参与度不高，他们还属于一个就是相对消耗比较小的状态。然后后半程就是你可以去多调动一下这些肌肉，而且就是蹬地的过程，其实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强的去送髋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后程其实送髋是要送的比前半程好的。当然我说送髋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说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你练到了你就自然会送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你有一个某种什么训练就是能让你去送髋，或者就是说你意识里面说我要去送髋，然后你去送髋了。我觉得就是送髋它就像步频像步幅，然后像这种就是落地的这个就是前掌或者中足落地也好，它是一个你跑多了才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事情，就它是跑步经济性的一部分，它是你练多了之后那个经济性才会往上涨，它跟你全身的这些肌肉还有你的神经募集能力都有关系，而不是说我今天我想着我要去送髋，那我就能把它送过去，这个样子。
那正好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你，平常你会注意自己的跑姿吗？在平常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意识的去改变吗？我会有意识的放松我的肩部，就是如果我发现如果我意识到我的肩太紧张的时候，我会沉肩，但是其他部分我不会有意识的去改变。那晨间这件事儿，你觉得对你的跑步经济性影响有大吗？要不然你不会去注意啊。我觉得经济性影不影响呢，我不确定。它主要是就是说我意识到，就是说我如果不晨肩的话，我会跑完了之后，我这有的时候背很酸，或者肩比较疲惫，就是这个肩胛骨附近这些肌肉，我觉得会比较紧张。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如果我晨肩的话，我这块肌肉会放松很多。就它真正对我跑步经济性能提高多少不一定，但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会好受一些。我接下来问关于芝加哥马拉松的问题啊。首先就是你今年又要去跑芝加哥马拉松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呢？以现在的训练状态来看，我觉得能进20名就是高高兴。为什么没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说实话，这个 JC 刚跑完的时候，我是想就是今年的芝加哥试一下230，但是因为就是我中间出去了就是出远门了几趟，然后那几趟就是出远门的时候，这个训练肯定会要被打乱。然后再有就是中间，比如说就上周我上周基本上没怎么跑步，是因为我这个髋关节有点受伤，我觉得就这块肌肉它不能说不是关节的问题，它是那块肌肉就是比较紧，跑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松下来，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然后就是没有怎么跑。就是这些意外考虑在内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毕竟离比赛还有不到1个半月的时间，我觉得1个半就大概可能6、7周的时间吧。我觉得就是能跑到240，能回到我 JC 的状态，然后并且能稍微进步一点的话，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就很满意。正好你也提到了，就是之前也有这种小伤嘛。那我觉得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你会做一些拉伸啊，或者是放松这些比如说力量训练，你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在 Strava 上也看到你经常会把你的力量训练的具体的细节都发出来，这些是你的全部的力量训练吗？对，那些是我的全部力量训练，我只要发出来的就是我只要练了，我肯定会发出来。那你可以介绍给那些没有看你 Strava 的朋友，你介绍一下你的频次，以及你大概会做哪些，然后你做不做一些放松的训练？那这个关于这个伤病预防，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要热身，我要拉伸，就是跑前我要热身，跑后我要拉伸，然后我要做力量训练，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在执行中，我是把热身替换成了这个2 mile 的，就是慢跑，就是我不会去做那些什么 dynamic stretch，我只会，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就是我花15分钟去做 dynamic stretch，它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就是我有段时间我之前尝试过这样去做，但是后来发现就烦了。然后那我觉得还是能以一种就是说可能不是最优，但是能让我坚持下去的这个状态进行这种训练会比较好。所以就是我把它替换成了我比较喜欢的2 mile慢跑。这是热身，然后 stretching 我是几乎完全不会拉伸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是说每次跑完都拉，每次跑完都拉。首先每次跑完之后有15分钟就是花在拉伸上，我会觉得比较烦。然后再有就是我发现我今天拉完了之后，我第二天其实这个腿的这个弹性是很差的。就前一天我可能还能跑到比如说10 mph，然后第二天我可能就跑7 mph、8 mph 我都费劲，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我确实也在网上就是看到一些人就是说这个拉伸，其实它会影响你的跑步经济性，或者说影响你的这个肌肉刚，就是肌腱这些刚性。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就是有关系啊。但是我个人体验上来说，就是拉伸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起到，比如说我今天有一块肌肉，我觉得特别紧，就是难受，然后那我会去拉一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作用。我对于拉伸这个东西的这个实际作用，我抱有一个怀疑的态度。然后我也是基本上不拉伸的，只有在就是我觉得特别紧，然后不拉我难受的时候，我才会去拉一下。但是泡沫轴和筋膜枪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能多做一做就多做一做。然后泡沫轴和筋膜枪这两个东西的这个作用也不太一样，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的方式。当然还有你更高级的，比如说什么那种冷水浴，然后压缩裤、液氮，是吧？
如果你有这种就是更专业的恢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加进来。我是没有这些就是条件，所以我也不执行这些恢复。再说力量训练，力量训练我每周大概进行1到3次，就是频次非常的不固定。但是周二或者周四，主要是周四会有一个就是最大量的这个力量训练，然后这个力量训练是5组，很多动作，这些动作涵盖全身，从练上肢的，比如说引体向上，然后到练核心的这个捶旋举腿，然后到练下半身的，比如说单腿硬拉，然后这个 ATG split squat 就相当于深蹲蹲到就是你的屁股跟脚踝贴上的这种 split squat，然后还有比如说体踵，就是它是一个涵盖全身的，当然我刚才没有说全啊，就它是一个涵盖全身的这么一个 routine，然后我中间是不休息的，就是比如说我刚做完，假设我刚做完这个就是水平内收，就坐姿髋水平内收，那我可能接着就做那个水平外展。对，反正就是一个期限的，就是 abduction， 然后这两个动作是在一个期限，那我接着就做，所以中间是几乎是没有休息的，就是用另外一个动作作为这个动作的休息，就是这是我个人做力量训练的一个方式，它并不一定很科学，但是我觉得它因为是从去年 JC 周期开始大量加入这些力量训练，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在 JC 还有在今年这个芝加哥周期，就是这2个周期里面，我觉得我受伤的这个概率会比之前要小非常多。当然你会说这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因为我改变了很多因素，就是我力量训练我也加强了，然后我的跑量也上来了，我加入了大量的轻松跑和恢复跑，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多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力量训练是一定要做，并且非常有用。对 OK，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影响到你的恢复的，就是很多人比较关心，你有在饮食方面比较注意吗？因为相对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已经看起来就比较瘦的人，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可能没有体重上的一个负担，但是有很多人他有体重上的负担。对，我是完全不会在意吃的，就是我吃什么，就我可能喝很多可乐，当然也不是喝很多，就是比如说朋友出去要吃麦当劳，那我就跟他们去吃麦当劳，就是我是不会在意这个消耗卡路里，就是吃进来卡路里到底是不是多的，因为我的基础代谢和我的这个就是训练一定是能把这些卡路里烧出去的，然后但是吃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会在训练之后，我会立刻吃一些东西。就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我是从 JC 周期开始执行的，我觉得它也是很有帮助的。就是立刻会吃一些蛋白质，然后吃一些碳水。对，我觉得它会有助于恢复。对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就是一定要，尤其是 workout 之后，尽量是在一个窗口期内赶紧补，而且不仅是 protein， 还要补碳水。对，碳水和蛋白质我觉得都补一些会比较好。对，然后这反正就是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说恢复的话，怎么样能防止伤病，然后并且恢复比较快，就是用一个你喜欢的热身方式去热身，然后做一些类似筋膜枪和这个泡沫轴的这种恢复，然后加强力量训练，然后练完之后立刻吃一些东西，然后除了这4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睡眠，就睡眠我觉得是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其他东西你可能都没有，你要睡不好。你其他东西可能都有，但是你如果睡不好的话，那个这个就是效果也会非常差。OK， 其实你刚才提了就是关于 strength training， 还有你的这些放松训练，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心，你还是有很多的骑行训练的。你觉得这些所谓的 cross train 对你的跑步有帮助吗？你是有意为之，还是其实就是喜欢然后去做？我的骑行训练其实并不是很多，就是其实从 JC 周期开始，我的骑行训练其实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对，我可能在明年开始，就这个芝加哥结束之后，或者说这个芝加哥，就可能从现在开始吧，往后一段时间，我可能会有意的就加入一些骑行训练作为恢复训练，但是我不会说是有大量的骑行训练，就是我的骑行训练真的占比非常少。在21年、22年、23年那个时候会有很多骑行，那个时候就是纯属就是喜欢。对，尤其是比如说我本科的时候，就是上马那个周期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在上海，然后我可能会去骑着那种什么100公里
150公里的那样的一个骑行。对，那个就纯属是喜欢。对，但是我不是说就是我的骑行都不是为了就是说作为我跑步训练一个有机的部分，它可能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有机的部分，但是我去执行这个骑行训练的时候都是就是喜欢。对，因为我比较对我是速度比较上瘾，就是飙车飙起来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个风的那种感觉。对，对，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还是因为有朋友他可能觉得你骑车比较多，然后他就想问一下你对于骑车的看法。但你也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即便你刚才说了，你只是说因为喜欢，并没有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是有意的放到你的训练当中，那么你对那些想要把骑车作为一个替代性训练，就是他可能他不是很想跑步，他想用骑车来替代，你有什么看法？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因为骑车的这个用到的这个肌肉和跑步用到的这个肌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骑车的这个冲击啊，它会小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看专业的这个自行车运动员，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可以有什么六个小时、8个小时，但是专业的跑步运动员可能一天的训练时间有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跑步的这个冲击是要对肌肉的这个损伤，它是要远大于骑行的，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这个对肌肉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就是用骑行代替了很多训练的话，那我觉得你真正比赛的时候，你的肌肉是不会是去适应的。这也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如果真的骑行那么有用的话，那应该铁三运动员的那个马拉松成绩应该会非常好才对。但是他们因为分出一部分精力去了，所以铁三运动员的这个跑步，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这个他们肯定不会达到专业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水平。但是我有一个我知道一个孤立，就是迪木兰是之前捷安特车队就是一个顶级环法队伍的一个主将，然后他在不骑车的时候，他去跑10公里，他能跑到32分钟，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就是说你说我就喜欢骑车，我就想用骑车去练跑步，可以吗？可以，但是它是不是最高效率的方式呢？我觉得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结论。对，我比较同意你的这个切入角度很好。OK，我接下来问几个还是填了问卷的朋友的问题吧。这些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的个人化哈。就是第一个朋友他说，请教一下跑步神童，高温中午训练有用吗？这个你先回答这个问题，高温中午训练真的有用吗？我是一个夏天不怎么开空调的人，就是我今年到现在为止，我就没怎么开过空调。确实有时候很热，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主观上来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前一天我中午头我37、8度的体感，我去跑了一个比如说5分比如说8分多的一个这个轻松跑之后，那我第二天再跑的话，它温度但凡低一点，我就会觉得特别轻松，就觉得特别凉爽。就可能它温度还是30度，但我觉得特别凉爽。就是它对于我的生理有什么改变不好说，但是我的心理上我觉得是主观感觉，我觉得轻松很多。然后再有部分高温训练，我并不是觉得它真的有用我才去训练的，我这个其实更多这种纯自虐，就是觉得爽，因为就是高温的时候出汗，我觉得特别爽。然后再有就是我的这个成长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是济南人，然后济南是一个很热的城市，当然全国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凉爽城市，济南的夏天是可以到什么40度的。然后我在上海上本科的时候，反正就潮湿嘛，就是闷热，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就是热，就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对于炎热这个东西我是没有畏惧的。然后甚至还有一种就是迷恋的状态 nostalgia。就是我现在在纽黑文，可能纽约，我有一个这样的高温，它能让我回想起之前这种就是在暴晒下跑步和骑车的经历。所以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为了这个就是抗高温而去抗高温训练，就单纯就是想在高温的时候去跑步。对 OK， 还是这个同样的朋友啊，他说体重训练可以分享一下细节吗？做几组，每组几次，重量多少？感谢神童。体重它分2种，一个是坐姿体重，就是它有一个器械，是你把你的那个膝盖上面加一个负重，然后去体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拿一个杠铃或者哑铃也好，然后去做体重。
我们健身房那个就是给你制作好那种就是不需要换片那个杠铃，最重就是110磅，所以我就基本上如果是站姿体重的话，我就一直在用110磅去做。然后那个坐姿的体重啊，我看到的一些就是这个介绍是说，它跟这个站姿体重，它会练到这个不同的这个肌肉，就是好像是站姿更练比目鱼肌，还是坐姿更练腓肠肌，就是它有一个细微的区别。但是我也没有太在意那个区别，就是我今天我看到这个坐姿的器械上如果没有人，我就去练坐姿的。然后我今天如果坐姿器械上有人，我就去坐姿比目鱼肌，对，它确实是有一个区别。然后那如果这个器械上没人，我就去练这个器械；如果这个器械有人，我就去拿那个杠铃。或者说我今天就是这个心理能量比较低，我的意志力比较低，那我就去拿杠铃，因为杠铃是简单一些的。OK，所以你的这个力量训练基本上还是都是在健身房里搞定，是不是？对对对对对。OK，因为我们很多朋友他就是都做自重嘛，所以还是有点区别的。我也有很多自重，你比如说引体向上，它其实就是个自重，但是你引体向上外面没杆子，那所以你还是得去健身房做。对对，明白明白。然后我之前其实我高中的时候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俯卧撑我可以做200个一次，就是我当时是为了破我们学校那个记录，然后所以就是还是号称现在作祟，然后我去做俯卧撑，你干的这些事儿都感觉非常小众。做俯卧撑，然后一下就是说你撑在那里，然后不能跪下来，也不能改变姿势，然后挺住，然后做200个。所以说俯卧撑那是一个纯自重训练，但是我现在就不怎么练俯卧撑了，我喜欢去练那个dip， 就是做那叫什么臂屈伸，双杠臂屈伸，那还是需要一个杠，那还是得去健身房。对，站姿110，站姿多少，坐姿多少磅？我的坐姿可能在70到80左右。70、80，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70、80。但是这个我记不太清了，我得去看一下我的 Strava 记录。然后一组的话，我是做到力竭，基本上就是做到力竭。对，我其实也推荐大家就是尽量这种力量训练的话，就是无论你是单边的还是双边，都是做到力竭啊。然后如果比较有一边比较弱的话，你就先把弱侧做到力竭，然后再做强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OK， 然后我接下来还是这些朋友的问题，但是只剩下最后2个了。然后这些问题问完了之后，大家别着急，你们就可以自由提问了哈。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些填了问卷的人的问题给问完。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具体，比赛中有没有顶不住人的天人交战？比如在某一个点就觉得，哎呀太累了，就维持一个还行的配速就可以了，就或者怎么样就可以对得起今天的状态了，还是就是干？我每一次全马比赛，因为我一年就2场比赛，或者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最多一场纽约，就3场，就是我每一场全马比赛都是一个全力以赴的心态，就是只有什么情况下我会掉速，就是我的身体告诉我你就是不行，就是你要抽筋了，那我就是顶不住了，那我就是掉速了，要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去干。对，值得学习，值得学习。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你干，也不是说你用这个干，不是指的是你用一个 mile pace 然后去冲全马，这肯定要崩的嘛，对吧？它指的就是说你在相对能维持这个状态下，尽量的去跑得快一点。那这个维持，就是我根据你就是最早的一个说法，你是通过体感还是通过体感，而不是说具体的配速或者是心率，对吧？对，我觉得体感还是要准一些的。就是我在过往经历来看，如果我看心率的话，很多时候我的手表是不准的，我都不相信那个心率，因为我不带光电心率带，我觉得手表这个我不带那个就是心率带，这光电心率我觉得是不靠谱的，很多时候，所以我不看心率。然后 pace 的话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就是我觉得我能跑，比如说600或者说630的配速，但是实际上我真正能坚持的配速要比这个慢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体感。这位同学他问的比较具体，是芝加哥的，分享一下你的芝马比赛经验呗，还有如果有参加芝马相关活动的经验，比如说赛前活动、住宿、行程安排等，如果有想分享可以分享一下。芝加哥这个赛道反正就很平，然后我参加的这几年，除了21年极端高温以外，过去其他的几年就是22、23、24这3年的这个天气，我觉得都还比较不错，比较凉爽。风的话，它虽然说芝加哥叫风城，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个风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一个是因为它这个赛道是一个圈，就是你可能
你向北如果是顺风的话，你向回来就是逆风。然后再有就是，所以说总体的这个风的影响，我觉得是比较小的。再有就是你大部分人都是不是这种就是什么220以内的这种水平，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一个大部队里面。这么多人其实他是能帮你挡掉很多风的。住宿的话，我基本上我住过1年那个芝加哥那个比赛，住过2年的组委会，就是那个 McCormick Place 的那个 Hyatt Regency，然后那个附近也有一些其他的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到起点你是要从南边跑过来，大概跑个3公里的样子。我觉得你要是不介意热身热那么久的话，其实还好，因为那个 McCormick 那个 Regency 那个 Hyatt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安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声音。休息的话是肯定会休息不错，但是呢周围就是买东西的地方比较少，所以你可能如果你要住在南边，就是住在组委会那个包括那个就展会，因为组委会展会还有那个Hyatt Regency 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要住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可能要白天你要先买好东西，然后晚上带去酒店，要不然的话你在那附近的那些偶尔几个便利店买是很贵的。但是我去年的时候是住在那个 Plaza Hotel， 就是那个起点正对着那个酒店，然后那个酒店我觉得它也还算安静，然后最好的就是你基本上可以在起跑之前，可能比如说它的起跑时间是多少我忘了，是7点半好像是，还是7点来着，反正就是你可以在起跑前半个小时出门，然后你也不用存包，你就可以把东西扔酒店，你就带一张房卡放在你的那个就是包里面，然后其他东西都可以留在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就是到起跑区，然后你上厕所的话也可以不用去挤起点的厕所，你可以就在自己的酒店上好厕所就可以。然后除了那个 Plaza Hotel 以外，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Hilton， 然后还有其他几个附近的酒店都比较近。对，酒店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芝加哥我觉得反正比纽约这个赛道就是这个赛事，我是比纽约比波士顿我是更喜欢的一个比赛，因为它起终点都在一起，所以你不用起个大早，然后就是赶校车，对吧？或者说赶这个轮渡，也不用扔很多衣服，对，就是这个样子。对，如果有其他的细节我没有提到，你可以再问。OK，所以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刚入门的新手，你觉得有什么给1条或者2条建议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别受伤，跑得开心，就是坚持跑下去，快乐的跑下去，我觉得比啥都重要。而且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细节，就是制定计划的时候，不要把东西弄得太满。你1周里面你应该就是留出来那么，或者1个月里面你应该就留出来那么一段时间，就是要给自己去放纵。就每个人都会去愿跑的，或者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要出去旅行的，或者每个人都是有工作其他的这个事情要去操心的，就不要安排的太满，要保持一个比较快乐的心态，然后别把自己逼得太死，去搞伤了之后，然后就厌跑很长时间。对，大家又不是说就是说我要去破世界纪录，对吧？这个你又不吃这碗饭，所以我觉得就是快乐的跑，健康的跑是最重要的。对。还是那个，我们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问的，就是你有什么建议给到首马就想破3的朋友？给首马就想破3的朋友，是我的问题，是他们的问题。我觉得不能以破3作为一个门槛，因为300这个东西，它说实在的，你跟它跟301跟259它有什么区别的？没有区别，对吧？就是它只是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觉得300是一个比较整的数字而已。就是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就是训练的时候好好练，然后比赛当天好好发挥就好。对。但说实话，你从去年的纽约马拉松25402直接进步到今年 Jersey 的24152吧，对吧？我觉得你会满意这个进步幅度吗？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因为我可能天赋有限吧，我觉得这个进步幅度实在是让我很羡慕。我非常非常满意了，我真是超级满意。就是我跑出来这个成绩的时候，我是非常意外的。对，这个意外是来自于你觉得你的训练不配，还是觉得，还是觉得说有其他什么想分享的？这个意外主要来自于我还是觉得，因为我之前就是后半程撞墙撞的次数太多了，就是我可能我数一下，你刚才发到了，就是你刚才复制了我的这个 Strava 的 profile，
这是1、2、3、4、5、6、7、8、9、10，正好10场，就是今年到今年这正好10场马拉松。这里面只有最后的2场是后半程没有撞墙的，前面的8场全都是有撞墙或者是抽筋儿，就是抽筋儿，其实都不是撞墙，就是抽筋儿，就是没有办法跑了，就是对，其实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要跑今年牛马的。我觉得你去年的牛马的，算是一个成功经验吧。我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给大家分享吗？就是关于牛马这个具体的赛道。我跑过，应该是跑过2年纽约。这个第一次跑纽约的时候，我的天，我从那个 Queensboro Bridge 下去，我以为后面没坡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 Bronx， 我说这个 Bronx 又来个桥。后程是很难的。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那年的时候，那个程在那个进入 Bronx 之前，然后要给我递水，然后我说不用喝水，然后进了 Bronx， 我接着报了，然后我说哎没关系，报了就报了吧，然后后面反正也没坡了，然后再看到第5大道我就傻眼了，我说这怎么这么大一个坡，就那个第5大道真的跟山一样，就是到了33公里、35公里了，然后你往前一看，就是个山啊，那就是个山啊。就是它比 Queensboro Bridge 还大的一个山啊！就是你真的去看那个爬升的话，应该是第5大道爬升跟 Queensboro Bridge 不能说是完全一样，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然后就当时就崩溃了。那所以就是那看成绩的话，也是那一年跑了312嘛，再加上那一年天气也不凉快，对，就是我的倒数第2差的一个成绩。所以就是牛马这个只能说是就是看老天保佑了，前半程尽量保守一点。然后后半程能加就加不起来就算了，反正纽约那么多地铁站，对吧？大不了推赛。你也不能鼓励推赛。行吧，我的问题基本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自由发挥环节了，你们有什么问题赶紧举手啊！所有人一起唠嗑，一起看麦，然后一起唠嗑。我觉得说实话，Bruce 的分享还是非常言之有物的，讲了很多，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新手还是对于老手都很有用的一些分享。所以有问题赶紧问，2个机会。OK，Chris，克里斯，感谢 Bruce。那个，我觉得就是我刚才的那个 key takeaway，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是关于拉伸和力量训练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我是挺想在新的周期里面挺想尝试一下，因为就是我自己来讲的话，目前还是会非常传统的去应用这个拉伸，但是力量训练的话也会跟着做。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这个方式和看法的话，这个会有不同嘛，所以我还是想试一下，这个非常感谢。然后另外的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集中在这个上面，但是反而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说你之前的有一个计划是说，在比如说2030年的时候跑进220，这个是你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对，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种长期目标来说的话，你肯定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长期的计划的。那我的问题是，只是单纯从你现在的视角来看的话，你觉得这5年在剩余的5年之内，你会怎么去调整自己，或者说调整自己的训练方式，然后能够让你达到一个这个长期的目标？你会怎么去改变你的现在训练的一些逻辑，或者是比赛的一些逻辑，去达到这个220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首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是要先把跑量可能要加到一个至少600公里，就是月跑量600公里的一个水平。我觉得那样才能去尝试220。对，就是你说要用一个月跑量400公里或者说是500公里去碰220，我觉得可不可以？可能可以，但是很难。而且可能就是你的这个容错率会很低，就是会充满了伤病。所以就是首先呢，在明年的芝加哥之前，就今年芝加哥结束之后，在未来26年这1年时间里面，我觉得首要目标是用春天的时间把我的这个月跑量增加到至少600公里，然后甚至可能摸一摸800公里这个样子。这个是第一步要达到的。这个也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有提到的，就是关于我的 Jersey City 这个周期，其实我那个周期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保证我的跑量。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今天很疲惫，我的这个强度就是顶不上去了，那我就把这周的强度全取消，但是我要保证我这周的跑量。就350公里月跑量，其实就相当于是每周要跑到100公里，然后那样你可能有周，比如说你少跑，有那么几周你少跑那么一点，就到350了嘛，对吧？就100、180、80，你基本上就是一个350的状态。所以就是
就是我觉得要先用一个，明年春天我会先用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跑量的这么一个方式去训练，然后把跑量堆上去之后，有了这个基础，然后再想着能不能在这里面加入不断的把强度加入进来。所以这是去明年一个计划，然后再远期的话，我觉得没有，就是明年先用这1年时间去准备明年的2026的芝加哥马拉松，然后看2026芝加哥能跑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再去校准之后的训练。哦，然后关于力量训练，我还要多说一句，就是我看过一些这个关于这个训练的这些经验分享，就是关于这个专业运动员的经验分享，或者是训练理论也好，他们是比较推崇这个去这个举铁的，就是硬拉也好，然后去做这个深蹲也好。我个人因为没有这个经验，我也比较对这些东西个人比较厌倦，所以就是我没有在我的训练中加入这个杠铃的训练。但是就是我看这专业运动员的经验介绍来讲的话，他们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好的，谢谢。其他朋友有问题的话举手啊。华哥，你没有问题吗？这个评论有一个没抽筋，什么经验才做到的 ？OK，回答吧。这个我一个就是这个跑量要加上来，然后再有就是前半程的配速要保守一些，然后再有就是看运气了，看你这个后半程能不能顶上去了。还有就是要抽筋之前主动的去稍微改变一下跑姿，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非常个人的东西，就稍微改变一下跑姿，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那个就是抽筋的那个劲儿给抑制在那里。因为你稍微改变一下跑姿之后，它可能能调动一些就是之前用的不是那么多的肌肉，然后让那些过度就疲劳的肌肉稍微休息一下。我之前也怀疑过是不是盐丸啊，就是我觉得盐丸这个东西就是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心理安慰，它对于你抽不抽筋，我觉得作用不是很大，除非是你像如果是25度、30度了，那个时候你不补充盐丸，那可能是真的有问题。但是10几度的这种温度，或者就是10度以下这种温度，你不补充盐丸，我认为问题是不大。然后就是补给，我一场比赛大概16条胶。16条胶一场比赛吃6条胶哦，6到8条，16条胶，你怎么带的？6到8条，我都是就起跑的时候裤兜里面可能揣大概4、5条，然后那个去他那个补给站，然后再拿2、3条。对，可以。流氓裤怎么揣？就是我那个短裤，就是它其实后面那个腰心的那个口袋是很大的，它可以揣大概4、5条没问题。我看他们有的人也是弄一个专门放胶的那种袋子围起。推荐一下你的流氓裤品牌。就是 Nike， 就是因为我要穿白色，所以其实白色的选择比较少，就应该是只有 Nike 吧。Nike 那一个款式我有4条。Nike 那个能装4、5条吗？6的那个胶是可以塞4、5条的，你会感觉有一种那种就是比较坠的感觉，但是就还好，就是配速稳定了之后就还好，其实。那我可能买错了 Nike。对 Nike 有很多，就是我买的应该是那个可以说是最贵的。Bruce， 你现在的 long run 就是你刚刚说你的 long run 54321，这54321也是按照你的 Go Marathon Pace 跑的。对，这54321就是按照 Go Marathon Pace 跑的，这个可能还要比因为是在跑步机上，所以可能还要更快一点。就我刚才说了，就是如果我的 Go Marathon Pace 如果是610的话，我可能在跑步机上要到600，也就是10 mph。那比如说你训练12周，你这所有的12周的每周的 long run 都是 Go Marathon Pace 跑的？周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没有 long run， 然后后面有 long run 的时候，就是也是先试嘛，就是试一试能不能加上去，你不能加上去就慢一点，就不能顶太死，对吧？你会在 long run 当中吃胶吗？会，就是我 long run 中间不管是吃胶还是吃什么东西，我是会吃一些东西的。对，这个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借鉴一下。就是如果有胶的话，就是吃胶，但是胶比较贵，没有胶的话就吃个苹果，吃个香蕉，但是吃的东西还是会吃的。那你的胃还不错。请问速度训练的时候，速度顶不上去或坚持不住多久怎么办？这个说明你跑快了。
就是你的这个速度，你现在跑这个速度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超出了当天的状态，对，就慢一点。对，就比如说我现在马拉松，你像我去年的马拉松，我 GC 的这个马拉松配速已经到610了，但是我有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610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配速，就是10 mph 是有的时候你在训练当中，你可能当天状态就是不好，或者就是你在周期的初期，或者就是你最近有些什么疲劳积累之类的，反正就它可能确实会出现，就是你可能连马配都达不到的状态，那就慢一点的，就慢一点。对，我觉得就比如说10 mph，你马配达不到的时候，你用马配慢一点的速度，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可能630或者640的速度，然后去把当天的那个训练去完成，我觉得它的那个效果是比就是你顶个用660的配速去顶个2组，然后后面呢，比如说七八组全都放掉了，会效果好很多。哎，这我 David 懂，说马拉松配速跑比赛前1个月还是1个半月应该达到多少公里？30以上吗？多少次？这个比较个人化的，我想听听你怎么说吧。你比如说这个马拉松配速跑啊，它一般不会说是长距离全都用马拉松配速去跑。我之所以我的长距离里面有如此大量的马拉松配速，是因为跑步机上不跑那么快太无聊了，这是我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训练。如果你去看，比如说看 Clayton Young，或者说看吴尚东他们的那些训练，其实他们的长距离是比较慢的，对于他们的马拉松配速来说，他们的长距离是极其慢的。但是啊，这是指的平均配速，他们会要么是他们会跑一个电竞跑，就最后加到马配，要么就是说他会在长距离的中间可能加入，比如说3到5 mile 的那种马配，但他这个就是不是说全都是马配。比赛前1个月还是1个半月应该拉到多少公里？我个人认为，长距离应该是占你这个周跑量的1/4，我觉得最好不要再多了。尽管我个人不是这么执行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好不要把这个长距离就是拉得过于的长。如果你现在周跑量可能还是比如说是在一个比如说50到70这样的一个公里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这个周跑量，那你如果说1/4的话，你可能到不了30公里，对吧？那可能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个时间，就是我这个长距离我就跑到轻松一点的话，跑到90分钟，或者说我顶一点，我顶到2个小时或者2个半小时。对，看时间，我觉得可能比看距离，我觉得是在新手阶段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标准。对，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成不变的都要顶到一个30公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时间是一个更好的度量。对，我也觉得时间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度量。像我如果给新手开课表的话，我其实很难让他们超过2个半小时吧，可能纯新手有，可能如果准备像纽约马拉松这样的训练的话，可能还是得有一次超过3个小时的训练，但是大部分训练是不会让他跑太长的。还有朋友有问题吗？Chris 继续。可能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我知道你今年还会去跑这个，可能会分一些精力去跑Fifth Avenue 的那个1 mile 的这个比赛。我不知道就是在长期来看的话，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说，OK， 你还是就是你的某一个周期或者是某些时候会去考虑专注训练为一个短距离训练，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观念里面的话，你认不认为这些投入在短距离的这个精力也好，训练也好，对你的长距离可能有一些相应的帮助？是这样，我的短距离我不会为短距离专门进行训练，但是我我的目前唯一的目标距离就只有马拉松这一个目标距离。我在训练，但是我在安排训练计划的时候，如果这个周末有一场 NYR 的这个俱乐部积分赛，那么我会取消掉当周的这个 VO2 max， 也会取消掉当周的这个 Lactate threshold， 也会取消掉当周的这个 long run， 然后把当周的周2，做成一个就是比赛的模拟跑。就比如说，如果当周我要跑 mile， 那我可能这个周2我会跑一个，比如说是8×400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中间就是等量恢复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然后以 mile pace 去跑。5K 的话呢，可能就比如说是一个，比如说，当然这也不科学啊，就我自己可能会安排一个，比如说321公里，然后中间休息可能3分钟这样的一个5K 配的这样一个一个训练，然后用这个周2之后到周末中间的这段时间去 taper，然后尽量在周末的时候就比赛当天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这样我觉得就是说小比赛里面，如果我能出一个成绩的话，就是比如说刷个 PR，或者说能挣个分儿，我觉得它对于士气是一种鼓舞，并不一定说它对我的马拉松训练有多大帮助，但是它对士气是一个鼓舞，它可以让我之后这个训练心态会更好。我觉得你这个点分享的非常好，因为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在马拉松周期其实是一个很长的 mental 的 suffer 一个过程。如果中间没有这些个士气鼓舞的话，还是缺少了很多东西的。对，提高步幅有什么建议？练力量，然后都好，没有其他更好的建议了。对，还是力量，我觉对，得力量是很重要的。其实另一方面，跑步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力量训练啊，只是说它没有那么直接而已。对，然后再有就是做一些 strides，我觉得我在就是小学的时候田径队那一年，我其实练了很多 strides，就当时都意识不到，但是其实无形之中练了很多很多 strides。对，其实除了那种平路上的 strides，我的经验就是 downhill strides 是最好的步幅训练。对，我那一年练的，就是因为我济南有很多山，然后我们学校附近有山，我练了很多的 downhill strides，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应该就是现在在场也有人有印象，就是我在 JC 的时候，就是我的下坡能力，是比我的平路能力是要强的。主要是有的人他会担心下坡太多的话对膝盖会有损耗，但我觉得练点 strides 我觉得是好的，对，就是对，但是我觉得一点 strides 其实没有。对。然后嘉宏 Hello Bruce，我想问，就是你通常都是一个人跑，你对群跑有什么看法吗？就是你跟朋友，我看你是比较少跟朋友一起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跑马的时候，你会跟谁一起 pace 吗？就是你会看某些人，比如说前面的某个大神，然后你会跟他们一起跑吗？如果我比如说在芝加哥马拉松这样的比赛里面，我发现有一个人跟我配速相近，那我会尽量的去跟风，这样还是会减少一些这个就是消耗。当然如果如果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我不会说是就是利用他，然后就是纯属去把他当我一个就是破风的这么一个人一个配速员。我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我就会两个人并排，或者说你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但如果是一大队的话，我会藏在里面。然后怎么看是群跑？群跑的话，我觉得它对于这种意志的这个消耗，绝对是远远小于这个就是自己跑，而且尤其是自己跑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一个 workout 你不想做，你今天就跳过去了。但是我跟群跑的话，比如说我哪怕就只有两个人，对吧？我跟我一个朋友约好了，我今天早上7点我就要起来去跑，那我这个 workout 我是一定不会跳过去的。对，他会对我执行的这个就是执行计划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 push。然后再有就是在跑步当中，我觉得你有一个人在旁边聊天，我觉得是会对你这个心理的这种挑战会小很多。对，就是能群跑，我觉得尽量群跑。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这个 workout 跟别人的这个计划都不符合，对吧？你就是要跑一个5分配，然后没人跟你跑，那你就只能去自己去跑。如果没有提问的话，我问一个吧。最近的一个比赛 Bronx 10 Mile 有什么目标吗？那看状态了，这个还比较远，其实对。是，其实就1个月了。不好说，1个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不到1个月，不到4周，3周了，14号，3周了。3周也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真的。3周配速。其实说到这个，我有特别想说的，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吧。就是其实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分享吧，他分享了很多，比如说 Clayton Young 怎么练，然后这个人又是怎么练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个教练给他的课表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已经定好了，我这周一定要这么跑，下周一定这么跑，他可能是根据他当时的状态去调整的。但我们很多人去学习的时候，可能就直接把它搬下来说，今天跑了这个，明天就要跑那个。但实际上，人家那个课表可能是根据当时的状态去改的，而我们如果去直接学的话，我们的状态可能需要更多的休息，或者是某一天我们状态特别好，我们其实可以增加一个训练，对吧？你觉得这个你怎么看？一个是这个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这种专业选手。我觉得专业选手他们这个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比这个业余选手好太多。我觉得你如果要照搬他的这个计划，肯定不现实。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训练结构是怎么样的。那他们结构里面包含了这样的长距离，包含了这样的这个乳酸阈值，包含了这样的这个就是 will to max， 对吧？那你可以就是看得多了之后，你自己会有大概的这个就是这个想法，到底哪些东西是对我重要的，
是我应该练的。然后咱们没有教练，对吧？或者说有教练，但你跟教练的沟通可能也不是那么及时。我觉得最多的还是要怎么说？要be water，就是你今天状态不好了，你就少逼自己一点。你的果然是 Bruce 啊对，Be Water 都出来了。对，是这个，就是你不能说是你今天状态不好了，对吧？昨天只睡了3个小时，我今天就是要顶一个30公里的这个长距离，我觉得纯属是自杀嘛，对吧？就是看当天状态，然后根据当天状态去调整。当然，你一开始刚开始执行的时候，你可能会减量减的过多了，就是你觉得自己要死了，但实际上你还有很多这个能量，就本来可以跑一个比如说10乘800，但是你就跑一个3乘800，你就回家了，可能也有这种情况，但也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你觉得自己就是倍儿棒，但实际上你快死了，然后就是本来应该跑一个5乘800，然后你跑一个12乘800，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经验，时间久了之后才可以，就是渐渐的，就是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那么这个状态上去。对，我觉得大概是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训练中受伤10天，后面周期怎么补上，状态不受影响？状态是一定会受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受伤的话，一定切记不能坐着不动。就是我之前在群里面，我前几天刚转一个，也是敌军，他伤了之后，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我觉得动态恢复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可能你不跑步了，但是你要有一些骑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就是强度非常低的训练，然后去维持一下这个有氧，然后也促进你身体的血液流动，然后促进这个新陈代谢，然后我觉得是能加速这个恢复的反而。然后再有就是，如果你真正错过了10天的训练，不要沮丧，就是谁都会有这样的状态。这个克雷特·杨，比如说他前几天就刚把脚踝崴了，他非常沮丧，我觉得他也是错过了一个 workout 的。但是这个专业运动员就是他这个调整非常的快，他今天你再去看他Strava的时候，他就已经调整过来了，他今天长距离也跑得非常好。就是但对于业余选手来讲，我们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动态调整能力，那我觉得就是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就要相对应的，就是留出一些余量，就是留出一些受伤余量，留出一些去给其他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这个时间的这么一个余量。然后心理上也要就是放过自己，就不要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停训了10天，甚至说3个月，我觉得停训3个月，你放在这个10年的跨度中再来看，也是非常短的，对，也是无所谓的。就是我在21、22、23年呢，其实有大量的时间就是停训，可能一停训1个月，一停训3个月，其实很多的。对，就是状态真的受影响了，就是我觉得无所谓，你有再开始勇气就可以了。不过你刚才说到那个点，倒是提醒我了，因为你刚才说到说我们业余选手其实没有那么好的调整能力，当然除非你有教练啊，就是如果你没有教练的情况下，你调整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调整能力，所以你去学习那些精英的训练的话，可能会overtrain 啊什么之类的。但另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调整能力的话，你可能还是完全跟他的课表。如果你要去跟的话，你去完全跟下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不是说，就乱调整。对，我不知道我没有说清楚。对，就是如果说你要硬跟一个课表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突然发现某一天跟不下来了，我认为首先应该做的是把强度减下来之后，然后把距离完成，或者是把时间完成。然后再有就是，如果你发现距离完不成了，那就把当天跳过去，然后第二天就当这事情没发生，然后第二天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切记就是去把那个前面的强度给补上这种事情。对，然后你如果把强度补上了，你会发现自己可能连着3天干了3个强度，然后就接下来3个月就报废了。对。我多提一句，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轶事或者是传闻，就是这个基普图姆他在自己训练的时候，他的训练方式就是今天跑一个40公里马配，接近马配，明天状态觉得好的时候再继续干一个接近马配的40公里，如果状态好，第3天状态还好再继续干，然后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休息，就是轻松跑。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真实的，但是它反映了一个什么，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感知能力是极佳，经验是极丰富，就他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继续去顶，什么时候是不能去顶。但正常人，我觉得咱们业余选手很难有他这个对身体的感知。你知道的，理论上来说，最好的马拉松的训练方法就是每天干 LT。如果你能恢复的话，就是基普图姆那个干法，对，就是说我们正常人都恢复不了。对，所以说才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训练方法，各种各样的。是。
是，所以就实际上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其实马拉松这个事情说白了，它就是 MP，就是 LT 这些东西。对，所以基普图姆才是基普图姆嘛，就是他的这个训练就是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 water。Be water, my friend。你这个真的是你以后不叫布鲁斯马了哦，不也不能把你的姓都改了，你就叫李小龙，我就叫加州牛肉面大王。你叫小龙马小龙。哦，小龙马。还是喜欢瓜哥的这个 Staten Island。他要去跑芝加哥，你千万不要被他 pick up 了，啊，说不定了，这真有可能的。对吧？到时候就 Michael 说他的这个目标也是24年，到时候就我们3个一起出发，一起跑好了。我感觉这样就不会 pick up 了，我就自己但你要知道，就是你跟瓜哥这种人一起出发的话，很有可能招被带快的。他是那种就是上来，他倒是不是直接就亮刺刀吧，但是他上来一定会更快。我一开始我也这样，我觉得我就前8场马拉松也都是这样。但是你最近的这2场，我觉得表现的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吧。我自己也比较惊讶。对你，关键你自己也比较惊讶这件事儿，就让我不好问问题。你要为什么？你要为什么？如果你自己觉得这是你本来就计划当中的事儿了，我还可以问一下你有什么诀窍。但你现在好像就没有诀窍，我就是天赋，我就感觉不是啊，我被打击了。不是，这个惊讶指的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太高的预期。就是我出发之前我是这样练的，那我就根据这个练做一个相对保守的估计，然后我最后能跑到一个什么状态。你看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是你没有太大的一个预期，说明就是还是心态，我觉得还是心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太想要一个事儿的时候，反而是达不到。你可能你没有预期到你能跑到24.1，反而你最后就得到了24.1，对吧？对，这个说起来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你心理预期如果太强的话，你身体会很僵硬的，它会有很多额外的消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你这回 Jersey City 马拉松之前，你肯定还是有一个目标，你 Jersey City 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250，就是能进250就好了，或者说就250，然后你最后跑了24.1。对，就是因为我5年没有，我4年没有 PB 了，然后纽约跑了个254，那我只要比254再快就好了。这个确实很值得尊敬。对，就是非常厉害，会是 Be Water Man。那我也想跑230啊，那你定个230的目标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是真的 water。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啊！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剑指330什么的，其实都是放烟雾弹了，就是。你比如说过去2年的这个 Bronx 这个Harlem 这个5K，那我今年就是没什么目标。今年起跑之前我也说我没什么目标。起跑之前你跟我说你要跑25分钟，我当天那个状态，我真觉得我起跑出去要跑25分钟了，因为前天晚上睡得很少，然后早起就开车过来。然后去年的时候，去年我也是睡得不多，然后但是我说我要17分，然后最后跑了个什么19分是吧？去年跑了19分应该是。但是我就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那天你也在那说没有睡好嘛，就是我感觉我近2年也是，就是睡觉是一个大问题，基本上每天睡个什么3-4个小时，什么是常态，就我感觉大大的影响状态。你觉得这个睡觉这个问题对你的训练有多大影响？很重要。就是如果我熬了一个夜的话，那我可能需要就是这个熬夜，我指的是都不是那种通宵那种熬夜。比如说我今天到了2-3点没睡，那我可能之后2-3天的这个状态都很差。那你熬了夜之后，你状态很差的，你还会去完成你原本计划的一个训练吗？就不顶了，顶不上去了，这再顶上就死掉了。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先活着要紧。OK，我感觉我去年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休息好，但是第2天有个 workout 还是去顶了。我感觉就整个过程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最后就 over 训了。是肯定会这样。我就不顶了，就是我会把那个距离就是能尽量完成就先完成，完成不了就算了。那你的入睡难是真的就是指时间不够，还是指的就是你睡觉也有问题？我的睡觉如果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偶尔会出现那种就是不规律，或者就是说今天就是睡少了。对 ，OK，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就是你就不管你就算是睡的每天，比如说你都是8小时，但是你不规律的时候，那其实影响也挺大的。就是不规律和睡少都是影响挺大的。对，你不规律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是怎么解决的？第2天要开组会了，没法解决。没法解决。
但我觉得你能够对自己的熬夜以后身体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很敏感的察觉，这个点也算，我觉得也算一个天赋吧。这都是逼出来的，就是因为我对身体的感知比较敏锐，是因为那个我大一那一年不是那个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嘛，然后那一年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就是那一年的这个经历，然后加上之后恢复训练的那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觉得它极大加强了我对这个身体的感知。对，就是哪个地方有个小毛病，或者说哪个地方感觉不对，跟平时不一样了，我会很快的觉察到，然后就改。对，那你看起来你的跑步的历史还是挺长的，但是你其实2020年首马的话，相当于已经是大4了，对吧？首马是大4了，对。对，在那之前没有想过要跑，对吧？国内的马拉松20岁之前，我印象里面是不能跑全程马拉松的。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对，国内应该是20岁之前不能跑全程。哦，我记得有一个，那我记得有一个人，我们群的这个博文，他上大学之后跑了4年那个厦门马拉松，他不是在厦门上的大学吗？那有可能是那个时候那个规定没那么严。OK，他应该是因为全马非常容易替跑，然后你一替跑了之后，别人给你干出来一个，因为当年那个就是那个2级运动员那个标准应该是3小时，甚至还要开外的，然后他一下给你干出来一个2级运动员成绩之后，你在高考是可以舞弊的。哦，所以他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把那个马拉松还有半程马拉松的那个参赛年限给提高了。我记不清是20岁还是18岁了，但是反正就提高了，就是我当年想参加全程马拉松是没有办法参加的。就是说高考复读生超过20岁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那我记得我说的那个例子，博文他是就溜达跑，他跟我说他那个厦门跑着跑着，他们去吃麦当劳，吃完了继续跑。这太离谱了，这个。但是我还是很羡慕你们这种从很小就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这个，或者是跑长跑吧，我觉得还是很好。跑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大一、大二、大三、大四，这就10年。对你的跑步历史挺长的了。对，如果你真正算就是开始跑步的话，那我觉得从小学2年级、1、2年级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 Chris 又举手了。在回答 Chris 举手之前，我先回答这个评论区的问题。你的腰是怎么恢复的？还在问问题。你的腰是怎么恢复的？这个长话短说就是针灸恢复的。就是我试过正常针灸，就是一个硬针给你扎进去那种针灸，然后停留30分钟拔出来，不管用。试过推拿不管用，然后试过西医他让我吃一些止疼药、营养神经的药不管用，然后他让我去做手术，我没去做手术，然后最后莫名其妙碰到了一个半仙，这个人用很软的银针，然后去就是扎你身体里面拔出来，然后很快的拔出来，然后每天当时150个针眼，然后当时那个寒假治了一个寒假，就20年、21年那个冬天，然后治了一个寒假，我留身上1500个针眼，然后我就来开学了，然后就好了。对，就是针灸是，如果是碰见一个很厉害的人是很厉害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行，得去找那种很厉害的针灸医师。就他不行，指的是就是说碰见这种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很难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保养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腰是咋伤的？久坐，对，高3久坐是一个原因，然后再加上我当时比较虎，我高中的时候冬天不穿羽绒服，穿短袖，然后身体里面积了很多寒气，然后再有就是我当时拍毕业照的时候驮了一个朋友，然后把他背起来的时候，这个发力不太正确，我觉得那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久坐和这个寒气，我觉得是次要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当时发力不正确。然后把腰就是拖重物，相当于是你比如说拖行李的时候没发力没发好，这个是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很多人都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不能算是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你其实打贝斯是从比较小的时候开始嘛，就其实你当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是在打贝斯，然后但是其实已经是在打贝斯，然后当然就是算成年以后吧，然后也有在这种做有氧的贝斯。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能说从你这个个例来讲的话，你觉得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去打这个贝斯 ，Let's say 我们就都是以3年为界吧。你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打的这个贝斯3年，
和你在成年以后打的这个杯子3年，你觉得哪个可能会更扎实一点，或者说哪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会对你后续的训练的帮助会更大一点嘛？当然，我们不就是我说的这个量的话，肯定是青少年会低一点嘛，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也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大的跑量，对吧？我觉得青少年时期你在长身体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刺激，那个刺激对于你身体的这种帮助，我觉得它是你成年期不可比的。对，就是，如果少年期你错过的话，我个人认为他是会错过一些训练。就你明白。成年期可能你需要花更长时间去弥补。就是说能不能，比如说你错过了2年的青春期的训练，然后你用成年期的，比如说3-5年去弥补，能不能弥补过来？我不确定。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可以的。对，但是这个没有科学去论断，你没法做实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去说的。就我现在能做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是，因为我也是个就是文化生，我不是一个体育生，我也说实在，我想追求一个更高的体育目标的话，我也错过了很多很多的训练。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心态，是吧？你不能说我错过那些训练，我现在就不练了，那只能说是就尽量做到现在的最好。对。OK，理解。夏天不开空调是为了驱寒吗？不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受虐倾向吧，也不是啊，就反正就是习惯了。对，就是开空调有的时候觉得受凉反而还难受，然后再加上我有鼻炎，我的这个鼻子就是基本上一凉我就会流鼻涕，所以就是其实如果开了空调，我觉得反而是不舒服的。太热的时候，就是如果到什么35度，如果晚上也是35度，我还是会开的，只是我开的非常非常少。OK， 9点50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走了，感谢布鲁斯今天跑 long run 了吗？今天没有，我不是还在休息的状态。OK， 明天大家加油啊，加油，拜拜。加油。感谢，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拜拜。